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ina。今天的这则影片呢，我现在有一点紧张，又有一点小小的害怕，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日本牌子，是这个。这个包装的商品，我相信如果有比较长时间follow我的人，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。我超级喜欢的眼线以及睫毛膏，努力的使出我的3寸不烂之舌，把大家推坑的，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牌子了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牌子呢，它在这边，它是2个 F 组成的，品牌名字叫做 Flow Fushi。然后呢，它的产品通常都会是一个圈圈，然后里面有2个英文字。像这个是睫毛膏，所以它就是2个 M 组在一起。像这个眼线笔的话，它就是 M 跟 L 组在一起。然后你也不用太担心自己会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镂空的地方，都可以让你很明显的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。一开始在日本的时候，我就是被这个包装吸引的。我觉得这个包装真的是太有质感了，我到现在看还是觉得很有质感。而且我一收到它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些商品我偷偷在屁股开了洞，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有多吸引人。看这里我已经打开了，然后这个是睫毛膏的包装，就是抱歉，我太喜欢这个包装了。这个包装上面，他们还有另外特别的巧思在里面，就是呢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还蛮喜欢囤货的人，好处就是它其实是整个密封的包装，所以你在用一款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全新打开，它就是全新非常新鲜的包装，所以它不会有那种里面的东西干掉的情况发生。不过当然你放个10几年，我就不敢保证，但是起码放个1年，我觉得都是非常 OK 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包装还蛮适合喜欢囤货的人，然后又加上它的包装真的是太漂亮，我太喜欢了。这支影片主要的话就是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眼线一笔啦。那眼线一笔这一次呢，我一共得到了4包，那这4支我就会比较详细的做一个解释。然后呢，这一支非常脏的眼线一笔是我日本带回来的，我一共买了2支，它这前面的头已经被我用到有一点喷出来了。那为什么我要把我旧款的眼线一笔拿出来跟大家再重新说一下呢？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不容易用完。这2支陪着我已经大半年了吧，你们看它画出来的颜色还是超级黑、超级多水的。就这个第一个地方是我特别想要拿出来跟大家炫耀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大概就只有真的用过很久的人才会发现的，就是我真的觉得它一支可以用好久，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囤货？而且就是有一些眼线一笔在用比较久的时候，那个刷毛上面会卡很多的眼影啊，还是粉之类的。可是这一支完全不会有这个困扰，它永远刷起来就是这么的黑，然后它的表面就是保持着这么的干净。那这支我睫毛都拆过了，因为这个颜色我没有用过。一共有4个颜色，外表就是这个外表我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挑剔，所以就让大家自己欣赏一下。在笔盖的前面有做了一个 FF 的 logo， 我觉得这个放在我的笔筒里面找眼线一笔是非常方便。这边就有他们的 logo， 然后这一支是超级有质感的雾面蓝色，超漂亮的啊！那这个牌子它最知名的一个特色地方呢，是它的所有产品里面都添加了美容液，主打就是让你在画睫毛膏还有刷睫毛的时候，同时也可以强韧你的睫毛。那我真的觉得我这几个月用下来，我是几乎没有感觉到我的睫毛有掉下来过。我现在仔细想想，我在卸妆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的平静度过，然后也不会眼睛痒什么的。那这个笔的外壳，它是跟日本的文具界做一个研发，你在手握的时候不容易，因为它是圆形，然后一直滚，稳定度会相对的提高非常的多。那这个熊野的职人笔其实是指熊野的刷具，就是在日本传统刷具界里面，熊野这个地方的刷具非常的有名。
光那个小小的笔刷头，它就融合了4种软硬不一样的毛质。因为我们在画眼线的时候，其实有些地方是需要比较柔软的触感，但有一些地方它需要有支撑，所以它会比较需要硬一点点的毛感。然后这个眼线一笔刷在眼睛上面，真的非常的柔软。然后我觉得你只要知道了它的一些品牌理念之后，就会更喜欢它。那我现在就来试在眼睛上面给大家看了。那内眼线的话，我就是示范这一支黑色的就好了。画法我通常都是把眼皮稍微的拉开一点，然后直接平着画过去。我今天的眼线真的是画的超级好的，完全没有愧对我对这个眼线笔的爱啊！我是完全没有 NG 的一场眼线一笔战争，但是中间有一支应该是浅咖啡色吧，我忘记按到录影，但是我也是一次就完成，而且我完成的时候想说，天啊，画得太好了，结果一看没有录影，没关系，其他支我觉得都有达到我的标准。那这个眼线笔呢，它是强调它刷第2层就会变得非常的黑，但我自己觉得它其实刷第1层的饱和度就很够了。那我现在眼睛上面这一支是我这一次最推荐的一个颜色。其实我原本只有用过黑色、咖啡色系列，我在日本是没有买的，所以我一直都是热爱的黑色。但我画完这一支，它是黑咖啡色，不会像黑色这么的锐利，但也有足够的饱和度。因为有一些咖啡色的眼线一笔画上去会像水彩一样，没有办法很平均，我就对于咖啡色的眼线一笔没有什么好感。但是这一支真的是太 OK 了，连它浅咖啡色都可以画得很饱和。那在功能的特色上，它其实是有主打防水、防油跟防皮脂的功能在里面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眼睛的部分还是靠自己大家去尝试会比较准确。那我自己本身用的话呢，我会晕染的地方只有这里一点点而已，但它的晕染不会对我造成任何的困扰。像有一些眼线就是晕染之后，你可能眼尾就会不见，但是这一款呢，它就算晕下来这边有一点点黑黑的之后呢，它的眼线还是一样非常的浓黑。那这是我用过半年以来，我觉得它最强大的地方应该在这边。接下来就是它的卸妆部分，它卸妆非常好卸，是主打温水就可以卸除的眼线一笔。然后平常的话，就是用膏状的或者是乳状的卸妆产品，也都是可以卸得非常的干净。好，那眼线一笔的示范，还有前面很长的夸奖，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通常会再分享给大家2支睫毛膏，反正我就是把我现在的眼妆完成，就是这2支。那这2支睫毛膏，一支是走卷翘浓密款的睫毛膏，一支是打底用的睫毛膏。我真的是受不了它这个包装的外壳，它做了非常多的颜色，然后又是这种金光闪闪、很沉的材质。那深蓝色这一支也超棒的，深蓝色的它有点紫蓝色的感觉。总之，他们家的包装就是走这种金光闪闪、很贵妇等级的睫毛膏。然后这是我之前自己买的2支睫毛膏，一支是浓密款跟
纤长款的2支睫毛膏。那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睫毛膏。其实这睫毛膏并不算是非常完美的睫毛膏，但它刷起来的感觉是比较优雅的。它蟑螂脚的状况很不容易发生，但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它的卷翘度不够，不像我们在用市面上开价的那种会刷到重填的那种睫毛膏。觉得这个系列的产品应该是做给比较喜欢低调一点感觉的使用者，所以它的飞天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夸张，但是它刷出来的睫毛是很细腻的睫毛，就该粗的也有粗，该长的也有长，但是你就会感觉到它里面其实是很细致，就不会让你觉得你的睫毛很像硬把睫毛膏刷上去，刷得很浓，刷得很翘那样而已。好，那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在使用烫睫毛器，还有其他的除了睫毛夹以外，我就没有再用一些会让睫毛卷翘，所以我的心得是从我自己的使用状况下去。但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烫睫毛器，那我觉得就可以试试看这个睫毛膏。如果你是想要卷翘的话，那我今天特别拿出来推荐的这2支，是我真的最近超级喜欢的。打底的这一支很厉害哦，它是打底之后可以帮助你睫毛稍微卷翘一点，然后呢，打底的，抱歉我讲错了，打底的是这一支才对。打底它的睫毛膏是蓝色的，所以比较不容易认错。那这个打底的睫毛膏呢，其实包装上面就有写，就是它打底完之后，可以帮助你所有的睫毛膏都变成温水可以卸的睫毛膏。我自己使用下来是卸妆真的有变得比较简单一点点，但是就是一定要用温水卸妆才会卸得比较干净。不过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用温水卸睫毛膏，因为我觉得温水比较不会对眼睛造成刺激，因为我用眼唇卸妆敷太久的话，眼睛就会雾雾的，或者是会开始干痒。那所以睫毛膏我通常都会选择温水可以卸的，其实是因为眼睛也比较敏感一点点。那我今天就会先刷这一支打底的睫毛膏，然后再刷上这一支卷翘的睫毛膏，让大家看看效果喜不喜欢，来做一个完结。首先也还是要夹一下睫毛的，那我就先刷打底的蓝色睫毛膏。那打底完，大家看我的睫毛，就是我睫毛是有纤长的效果，但它不是会让你有蟑螂脚的那一种纤长效果。这边是刷好的感觉，这边是还没有刷，也还没有夹。这非常的细致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很细致的睫毛膏感觉。刷出来的感觉会是现在这样，那这边是有刷，这边是还没刷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边刷的比较好。做圆一点点，应该就可以比较看出睫毛有翘翘的感觉哦。因为这镜头的那个角度真的很难抓到我喜欢的角度，那这样刚好是平平的角度，我觉得这样应该就有睫毛膏刷出来的效果。刷起来是睫毛会被黑色的那个纤维包覆的感觉，然后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很浓，很黑又很浓。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一支的。那今天的 Flofushi 这个牌子的睫毛膏以及眼线就介绍到这边，我希望大家都有被我燃烧到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